好，我们今天接着来解读新 DLC 的开发日志。今天讲的是史诗德国。首先开局依然是假装德国人 Guten Tag oder Guten Abend。 看了一下原文，硬要这么说确实也可以。开头强调了一下德国国策是免费补丁啊，就算你不买 DLC 也是可以玩到的。然后就是德国历史的介绍了，这些不用多说了。给小胡子又换了一个肖像。接着就是新的民族精神，苦涩的失败者，这个和原来一样。梅福券这个改的挺多的，生活消费品工厂系数将会每月提高 3%， 直到 100%， 月度提高将根据德意志国控制的非核心地区数量而增加。也就是说，我们打下来的地越多，我们这个消费品涨得越快啊。按照它原来这个速度，我们只要33个月就直接到 100% 了。到达之后还会遭受额外惩罚啊！这么一看，梅福券是史诗级削弱啊！原版是减33的消费品，并且没有任何 debuff 啊。不过原版的梅福券在开战之后就会解除，而这个新版的梅福券好像是永久的。那我们应该是可以通过点国策或者点决议来降一下这个消费品的，顺便再给我们加强一下 buff， 应该也是可能的。之后就是德国陆军。buff 和原版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个 15% 的补给效率，这个就很尴尬了，估计是在说德国人用这个罗马来拉补给拉不动啊。新增了这个德国海军 buff， 只使用主力舰时的平位加成加 10%， 我都只使用主力舰了，那我哪来的平位加成呢？德国空军人力要求加 10%， 空军事故几率加 10%。看来德国这次太强了，得先来点 debuff 削弱一下。综合来看，感觉不如苏联啊，苏联开局就加 75% 的事故概率，德国还是太安全了。最重要的梅福券系统，在今天的日志里面它居然不讨论，那这个日志讲的是啥呢？看情况应该只能讲一下海陆空三军了，而且他们都是自带缺陷的啊，需要我们强化一下。这边又简单介绍了一下历史上德国海陆空三军遇到了哪些麻烦，然后截了一下整个国策树的图，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根本看不清。下面是一个新机制，叫做核心圈子。可惜的是，今天他也不说，好好的一个德国史实线，这也不说那也不说是吧？留在未来的开发日志单独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提前看一眼的。这边特地跑到官网上面给它下载下来，并且放大了，可以看一下大概有几个人。最左边这个是托特，然后施佩尔、格林、希姆莱、格培尔、赫斯、鲍曼。左边这三位往下点的话会互斥，看他们的这个名字应该是工业类的。而且这个施佩尔他是负责军备的，再往下点还送一个奇迹武器。然后格林的话是4年计划，他是专门负责整合傀儡国经济的。那我们可能也有一个剥削傀儡国的系统啊，不过得靠这个格林来负责了，那其他人就选不了了。然后中间的希姆莱和格佩尔是独一党，他们不和任何人互斥，只不过希姆莱的这个路线会互斥。左边是扩招盖世太保，右边是扩大党卫军保安职能。盖世太保是德国的间谍部门，那应该都是加一些间谍相关的 buff。 党卫军的话应该和原版一样啊，原版我们是可以在各种地方虚空招人的，只不过这些人不是带着装备来的，可能会有点亏。而且原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党卫军招的比较多的时候会爆发国防军内战，不知道这个新版本有没有保留。格培尔的话这边都写着他是宣传大师，那他应该就是给我们加各种稳定度 buff 的，或者给我们加点支持率啥的。至于最后的赫斯和鲍曼，感觉他们只能加政治点啊，毕竟我们在这个原版里面他们就是加政治点的。那我就比较好奇了，既然我们都可以点国策把他们点出来了，那我们还需要专门来安排他们当顾问吗？不知道下个版本会怎么样啊。全部点完之后，最下面有一个分支国策，左边是强力继任者，右边是向元首献忠。也就是说，如果不献忠的话，可以取而代之啊。在这一串国策的最左边有一个核心圈子，这个机制还不清楚，
他这边放了3个肖像框，应该是可以选3个人上来的。不过右边有7个人，我们要选3个人的话还是比较难取舍啊。与旧版相比，新版国策树每片都可以说是管饱，你就不会出现无所事事的状态。不过这也是问题所在，得分清轻重缓急。在狂暴轰入全世界之前，有什么是必须去做的？德国人在攻入波兰和法国时，并未准备妥当。虽然这2片上都沾点侥幸，这一段又是在闲扯啊，根本就没有讲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我们陆军将领啊，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熟人。不过我找不到我们的德国必刷将曼陀菲尔了，你给我藏哪儿去了？下面说德国开局的将领和元帅变少了，同时各色国策可以解锁一批，不过也有可能退役一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将领不仅变少了，我点国策还会导致他们消失，是吧？接下来就是陆军国策了，又是经典的互斥啊，普鲁士传承和这个采用新坦克学说互斥。看样子左边好像是步兵的加成，右边是装甲的加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同时加强步兵和装甲。这个国策设计的还是有点太公式了，就像苏联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不能一起点一样离谱啊。那我要是主玩步炮，是不是就不能玩坦克了？接着往下看吧，我们先看一下步炮分支啊。步炮分支的第一个国策普鲁士传承，给我们加了 5% 的步兵 buff， 蚊子腿 buff。这边顺带解锁了一个作战计划的决议，使用时长90天。在下面有解释，是需要我们花费50个电话和15陆军经验来启动。启动之后90天内整片地区都能获得步兵师10攻，然后其他的部队5攻。看似很强，但是没有用啊！这个法国、比利时、波兰我们打不过吗？还要专门点决议去打是吧？当国策点到最下面有一个冲锋队，它是给我们解锁了这个风暴突击队啊。看样子也不是特别强，不过这个 HP 加的是真多啊。我记得原版意大利的突击队是给了40的 HP， 它这边给了20点。它主要加的还是下面这个营修正，给了 10% 的突破，稍微给我们步兵营拉了一点突破啊。如果我们走史实路线，选择装甲师的话，那这个作战计划它会稍微改动一下，变成加这个装甲师的攻击啊。不过我们真的用得着吗？我们装甲师还要加攻击才能打赢法国吗？当我们选择坦克支线之后，古德里安以及隆美尔才会成为上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走步炮线的话，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他就消失了，这个也太离谱了吧。最后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当我们把国策全部点完之后，左边和右边的区别。左边是采用坦克学说支线，感觉不如芬兰超人一根啊。右边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些没有用的 buff， 这个加了跟没加一样。我建议小胡子还是跑到南美去吧，或许吃到的 buff 能比他待在欧洲多一点。接下来空军分支又是经典的互斥，这个境地居然是和战术战略互斥的啊，只能玩其中一种。空军顾问的话，这边一共有2个人可以用，一个是德国元帅格林啊，给我们减了 2.5% 的飞机生产花费。另一个是赫尔穆特·威尔贝格，他是对地支援的奇才。从这边能看到，他是对地攻击加了 10%， 还可以。最下面是德国空军完全体 buff， 怎么感觉没有苏联的完全体强呢？这边特意去看了一下完全体苏联的 buff， 其实也差不多啊，苏联这个机动加的还没德国多呢。再往下就是海军了，可惜的是他这个海军没有细讲啊，他直接给我们看 buff 了。我们把这个海军分支点开来看，很明显左边是有这个建造航空母舰的，然后还有大舰巨炮、公海舰队、成立航母舰群啊，这条线肯定会非常强。右边的话，装甲突袭舰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估计还是偏小船的。海军 buff 里面有用的感觉也不多，毕竟海军最重要的是这个命中率，还有水面可见度，它这边只加了 5% 的命中率。
最后是这个奇迹武器的加成。德国有一个奇迹武器的民族精神，能给我们加 10% 的研究速度。不知道这 10% 能不能让我们早一年研究出来啊？再往下就是工业线了，这个工业线它也是互斥的。右边是4年计划，开局会给我们锁定自由贸易与重视出口，也就是说我们开局不能开自贸了，它是直接给我们搞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贸易法案。这个贸易法案只能卖 15% 的资源，只能加 5% 的建造速度和科研速度，这也太难顶了吧，我们开不了自贸还怎么玩啊？然后是总体战国策，这个国策需要我们与主要国家交战，并且大于 89% 的战争支持度。效果是给我们点出总动员，这个总动员是好像和原版也差不多啊。我们原版的总动员是扣 3% 的人力，然后 10% 的消费品，加了 30% 的军工建造速度。他这边的总动员只加了 20% 的军工速度，但是扣的人力少了一点，还附带帮我们开了女性劳工。不知道是亏了还是赚了，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手动开的，这边专门点了一个国策给它打开了，还是亏了那么一点点啊。另一条互斥路线是优先发展经济啊，我们就不搞这个军工建设了，开局直接送我们民工，不过会直接把我们的煤服券给它抵消掉，来一个恢复经济，这个会减缓我们的军工海军船坞的建造速度。比较致命的是减了工厂产出，那我们前期应该是彻底废了。而且偿付煤服券完成之后，生活消费品工厂系数会加 75%， 那我们还有建筑可以建东西吗？看他这边的解释，说是先将经济锤烂，然后休克复苏，休克疗法是吧？我们经济锤烂之后会吃一个恢复经济的超额 debuff， 直接就动不了了。然后经济奇迹给我们加了 5% 啊，这个建造速度加的还挺多的。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个经济奇迹的完全体和煤服券的进化版征服经济学进行对比了。左边经济奇迹的完全体加了 15% 的上限，感觉还可以。右边征服经济学就有点抽象了，它虽然是煤服券的究极进化版，但是它还是保留着煤服券的这个非核心地区 debuff 啊。那我们消费品工厂还是压不下来啊，这小胡子算是把战争经济学玩明白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搜刮战利品来压一下，但是不知道能压多少了。而且他给的这个 buff 好像还没有原版的多，原版我们这个煤服券是能加 25% 军工建造速度的，他还抠了 5% 出去。工厂产出和效率上限的话，感觉也没左边给的多啊。接下来到了我们的重头戏政治分支，他这边为了防止我们区别不来哪个是史实路线啊，还专门加了这个导引框。所谓的导引框就是在史实国策上面加了2面这个德国的旗帜啊。不过它这个旗帜不违法吗？首先展示了一下远东路线，虽然没有细说，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端详一下。这边有对华示好和对日示好。对华示好的话，会把这个青岛给要回去啊，并且伸索一下东方的旧殖民地。这边还能和老蒋联合一下，建立亚洲专员辖区，然后正英与腾龙啊，这个正英应该就是德国了。还能收复往日的非洲殖民地，中央非洲。德国的非洲殖民地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对日示好的话，就是和日本海军合作，然后拿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太平洋哨位，跨太平洋闪电战，这是要打谁啊？这是要打到美国去吗？左边这边的话和原版一样，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是经典的这个柏林莫斯科轴心啊，大家玩过的应该都懂，只要我们点了就会被全世界包起来打。这边展示了一下完整的国策树，我们下载下来看一下。中间这个德奥合并，然后索取苏台德啊，但卓霍战争都是和原版一样的。到下面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对法战争之后多了一个海狮计划，然后有一个绿色行动。绿色行动是什么？他们是要搞环保吗？
然后跨越大西洋，挑战门罗主义，击败美国霸权，建立美洲保护国啊！这个专员辖区都建到美国去了吗？瑞士这边倒是多了一个瑞士黄金，估计是不打瑞士，直接抢钱了。西班牙这边菲利克斯行动、伊莎贝拉行动，应该就是把这个两家都打下来。这边还有一个强逼瑞典平定芬兰，北欧这几家也是可以打。其他的话，国策基本上都一样了。这边多了一个对意大利宣战的国策，那下个版本就没人和意大利结盟了呀。如果我们选择走不同的分支，左边有这个冯纽奈特的主张，战争准备，然后颠覆性渗透，整合斯洛伐克，不知道和这个索取苏台德有什么区别。这边讲了一下这个冯纽奈特和重组国防军的区别。如果重组国防军的话，会移除掉几个人；纽奈特的话，只会移除掉这个里宾特洛甫。左右区别其实都不大，加的这点经验值没什么用。在政治线的最左边还额外加了一个贿赂高级官员，可能是开局国防军将领并不服希特勒，所以要贿赂一下，给他们加了一些 debuff， 然后多了2个人成为上将。原来莫德尔是贿赂来的呀。这次并没有做德国的权力平衡机制，但是做了专员辖区，不过这次他不提，他要专门放到这个德国机制的开发日志里面说，又少说了一个东西。然后是扩编党卫军，原来招募这个党卫军不是通过希姆莱啊，是我们直接点国策就可以出来了，点完之后解锁这个外籍志愿兵的决议，然后再给我们发6个部队，之后就是我们新版本的顾问、理论家、总司令了。可以看到这个顾问里面我们经常用的那些人都不在啊，看来他们确实是加入核心圈了。我们不点那个核心圈的国策，估计他们出不来。这个隆美尔面前带着个叉，也就是说我们不走装甲线就拉不出隆美尔来啊。看来我们以后玩德国只能走装甲线了呀。当然如果大家刷将比较厉害的话，其实有没有隆美尔也一样。军工机构这边比原版多了一个阿尔凯特，专门搞了一个突击炮制造商，难道下版本要加强自火吗？自火还有能加强的地方吗？然后飞机机构里面多了一个直升机开发，这个直升机我也是没见过啊，或许新版本又有新的玩具了。剩下来的就是一些新做的模型了，不知道是什么坦克啊。下一期内容讲的是各种小功能的合集，深入探讨 AI 指挥能力和新科技，也可以期待一下。